大家好，本周五即2023年9月22日，位于佛罗里达州穿梭于奥兰多之间的高铁，经过大约10年建设，推迟1年投入运营，两地距离378公里。根据美国媒体报道，行车时间仅为3个半小时，实现了历史性突破，开创了旅行新纪元。今后每年为两地运送约800万旅客，给旅客提供极大便利。票价方面，单程一等座149美元起，约合1300元人民币，最高达300美元；二等座79美元起，约合575元人民币，一个4口之家200美元起，最高达1200美元，约合8700元人民币。这是来回双程的票价。根据网友从官网看到，每天有6趟车，两地高铁实行公交化运行，每小时开行1趟，极大便利旅客出行，中间停靠4个站。从画面可以看到，这条线路其实就是普通的铁轨，两边有的路段甚至没有隔离网，还有铁路、公路交叉口，甚至还有一个铁路、水路交叉口。可以看到，高铁必须停下来，等铁路这道闸门被拉起来，让船通过，然后高铁才能继续运行。这样的速度怎么可能快得起来呢？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美国佛州的高铁其实就是慢车。想想看，378公里要3个半小时，平均时速100公里多一点点，可能比开汽车还慢。即便如此，对美国来说这也是破天荒的，毕竟美国终于可以说，看，我们也有高铁了。我衷心祝贺美国人民也有了自己的高铁。美国的基建能力是世界级的 MAGA。 从这个中国媒体的短视频报道来看，美国佛州的群众夹道欢迎，说明不少美国人还是非常想要高铁的，也为美国时速200公里的高铁非常自豪。这些自大的美国人当然不知道，中国的高铁速度及规模已经远甩美国100条街都不止。我们看看一些油管频道上关于佛州高铁开通运营消息的观众评论吧。很高兴看到这一切发生，我希望它真正给美国的客运铁路带来彻底的革命。下一条评论，很好，美国需要更多这样的系统来打破航空公司在美国的垄断。如果航空公司有更多的竞争，就会迫使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，也迫使机场升级航站楼。目前从一些地方到另一些地方只能选择乘坐飞机或汽车，这高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。现在我们是否可以将其推广到更多的城市，并使速度更快？下一条评论，祝贺开通 Brightline 高铁，你们终于成功了。然而不应止步于此，以同样的速度和奉献精神，需要把高铁线路延伸到佛州其他城市。我肯定会乘坐 Brightline 高铁的。在 I-95 洲际公路上行驶半个小时，我已经怒火中烧，我的车速从未超过25英里。感谢 Brightline 高铁，是你们让佛罗里达变得更加美好。下一条评论，远胜于开车旅行。下一条评论，这真是太棒了。上周末我的第一次旅行被取消了，因为他们推迟了开通运行时间。我们11月从奥兰多到劳德代尔堡坐邮轮，真的等不及了。下一条评论，祝贺 Brightline 在佛罗里达州开通高铁，很高兴听到佛罗里达州中部和南部的居民现在又多了一个出行选择。当然，看到一条新的高速铁路也是美国的一大进步，看到新线路投入运营，真是一个光明的时刻呀。下一条评论，在3个半小时内行驶220英里不是高铁，它甚至还不如汽车快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为 Brightline 在佛罗里达州建立铁路服务点个赞。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理所当然地使用铁路服务约150年了。下一条评论，平均最高时速75英里，而那个车站看起来就像一个突兀的仓库。如果这就是我们建造高铁的模式，我们将永远无法获得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拥有的东西。下一条评论，有2点让我很困惑。首先是从迈阿密到奥兰多需要那么久的时间，比我开车还慢。其次，坐火车比汽车贵得多。
对我来说，这似乎毫无价值。下一条评论，他说单程$79吗？这太贵了。下一条评论，今早在德尔雷有人被碾死了，这是死亡列车。我想从开始到现在，已经接近100人死于这条铁路。我们看另一个油管频道上的评论吧。第一条评论，根据 Brightline 的说法，这段时间只有6列火车前往奥兰多，不是16列，那是将来的事。下一条评论，大约晚了30年时间，价格过高，1人已死亡，交通延误，但只要政客和媒体能分到一杯羹，我们就是好的。下一条评论，只是让大家知道，我非常高兴佛罗里达州实际上得到很酷的东西，但我不得不说，在一般情况下，我真的很生气，在美国这里是如何做事的。下一条评论，它是高铁吗？好，现在我们看这个频道关于佛州高铁的评论。第一条评论，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 Brightline 不是在与汽车竞争，它的竞争对手是飞机。我认为它现在更有优势，因为航空旅行实在是太痛苦了。下一条评论，作为一个火车迷，我非常高兴看到这条铁路终于完工了。我希望终于可以开始在美国建造更多像这样的铁路走廊。2，这条铁路的成功有望促进奥兰多至西部城市坦帕的铁路线开工。下一条评论，还有一个因素没有提到，那就是天气问题。佛罗里达州经常会有雷雨天气，这使得航班无法起飞，开车也有潜在的危险，因此火车确实更有意义，而且可能比开车和飞机都快。下一条评论，这对我来说太疯狂了。在中国生活了10年，我想我已经习惯了乘坐子弹头列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。我相信从迈阿密和奥兰多之间增加一条新线路是件好事，但美国想与其他国家的铁路网络竞争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下一条评论，与美国相比，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航空旅行系统很糟糕，因此这只是你选择哪种出行方式的问题。加拿大也一样。下一条评论，中国修建客运专线是为了腾出货运专线用于煤炭运输。中国每月新建的煤电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居榜首。下一条评论，我非常喜欢你对这些列车和整个项目的热情。15年前，当我穿过从香港机场开出的高速列车的拉门时，我也有同样的感觉。我们终于赶上了一线水平。下一条评论，作为一个欧洲人，我喜欢这段视频。我知道你们的铁路并不是最好的，使用火车的人也不多，但我喜欢这种对我来说很平常的事情，对你们来说却很伟大。我不得不承认，它看起来确实非常轻松和美妙，而我的国家的铁路却无法做到这一点。下一条评论，这太神奇了，它改变了游客的出行方式。我12月份会去奥兰多，一定会在迈阿密一日游时试试这个，不知道有没有座位可以躺一下。下一条评论，这是其他所有发达国家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我很高兴这个国家有人在做这件事，因为我们的政客都忙着中饱私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频道关注佛罗里达州的高铁开通运营。第一条评论，终于运营了，我一直在关注施工进展，现在我们的等待结束了。去奥兰多有了更快捷的方式，不用再开车4到5小时。我们终于有了一列火车，可以在3小时内把我们送到奥兰多或迈阿密。下一条评论，我喜欢乘坐这辆美丽的火车。下一条评论，在购买迈阿密奥兰多的火车票时，上面写的旅行时间是3.5小时，而不是3小时，而且每天只有6趟车，不是16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下一条评论，也许将来会有从迈阿密到纽约、费城、华盛顿的高铁吧。下一条评论，都2023年了，这类火车的最高时速为120英里，看看人家中国和日本吧。下一条评论，3到3个半小时，$79，有什么好处？
我能在3个半小时内往返迈阿密，用的油才$55。下一条评论：一、子弹头列车磁悬浮的速度大于每小时300英里，高速列车速度为每小时150到300英里，轻轨列车速度为每小时100到150英里，普通列车速度小于每小时100英里。下一条评论：作为一个曾经乘坐过子弹头列车的人，这列时速125英里的列车让我非常失望，我还是开车吧。下一条评论：如此巨大的投资，却换了如此可悲的结果，与其他国家相比，最高时速才125英里，实在令人遗憾。好，朋友们可以发现，大部分评论都是对美国这种最高时速才200公里的所谓高铁很自豪，也有不少人觉得太慢，还不如开车。不过我们作为外人，就当吃瓜群众看看热闹就行了，他们美国人高兴就好。大家还记得加州高铁吗？雷声大就是没有雨点，前导花了上百亿美元了。刚才浏览加州高铁的油管频道，他们自豪地介绍新近投入使用的一列超级现代化的电气化列车。从车辆的内部配置来看，有点像德国的短途通勤列车。但是加州高铁管理局称，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。好，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评论吧。第一条评论：这是加州火车的一大进步，速度提高了约40%。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真正的加州高铁，其速度将是这列新加州列车的2倍。下一条评论：看到加州电气化的进展真是太棒了，我们也需要 Metrolink， 高铁拼图上又多了一块。下一条评论：新的电动列车既时尚又现代，我迫不及待地想尽快看到他们投入干线客运服务。下一条评论：我欢迎这次升级，加州火车使用的所有柴油机车都是在1985年至2003年间制造的，因此他们已经开始显出老态，这是一次急需的升级。下一条评论：这是加州的荣耀。下一条评论：我一直希望加州有加州高铁，我也一直喜欢加州的加州高铁。好吧，朋友们，看来加州人仍然在做着他们加州高铁梦，我们也祝福加州高铁早日完工吧。俗话说，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。